一塊在海底躺了至少1萬年，也可能躺了19萬年的骨頭。它是被一艘拖网渔船從水下60到120公尺的地方绞上来的，混在当天的渔获里。船员把它挑出来，随手丢在甲板上。哪一天捞到的，沒人記得；哪一艘船，沒人知道；第幾個網次，第幾海里，全部空白。它先被當成雜物，再被當成商品，接着被當成一塊來歷不明的石頭。2008年，它進了台中的博物館庫房，拿到一個編號 NMNS006655，然後它在抽屜裡又躺了17年，直到2025年4月，丹麥哥本哈根的一台质譜儀從它身上抓出51種內源蛋白質，一共4241個氨基酸殘基，4241個裡面有2個是丹尼索瓦人才有的变異，2個，整件事就靠這2個定案。論文刊在科學期刊上，標題翻成中文是更新是台灣的一件男性丹尼索瓦人下顎骨，這塊骨頭有一個正式稱呼，澎湖1號，大家習慣叫它澎湖猿人。它是目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找到的最古老的人類化石，而它的主人不是智人，它跟我們不是同一種人。那問題來了，台灣曾經住過另外一種人，這句話到底能不能講？如果能講，它跟今天坐在熒幕前面的你又是什麼關係？先把紅線畫出來，因為接下來這條線我一次都不會踩過去。有一個人住過台灣，跟這個人是台灣人的祖先是完全不同的2件事。澎湖1號證明的是第1件，不是第2件。這2件事中間的距離有多遠，我後面會一項一項算給你聽，算完你就會知道，那不是差一點，那是差了整整一條演化的岔路。好，先看這塊骨頭本身，它厚到不正常。這是一段右半邊的下顎骨，上面還連着4顆牙齒，骨體粗壯，側面的隆起很明顯。而最關鍵的一點是，它沒有下巴。現代人的下巴就是我們摸得到的那塊往前突出去的三角形骨頭，在人類演化上叫做頜部。這個東西基本上是智人的專利。你看遍所有的古人類化石，完整的頜部就是我們這一支的招牌。澎湖1號的前緣是往後縮的，摸不到那塊凸起，看到一塊人的下顎骨卻找不到下巴，那就等於拿到一張沒有蓋章的證書。這個人不屬於我們這一種。牙齒也大，特別是第2臼齒，咬合面又寬又平，磨損很重。研究者還注意到一件小事，這個人的第3臼齒，也就是智齒，天生就沒有長。门齒跟犬齒雖然掉了，但齒槽還在。從齒槽的深度可以看出來，那幾顆牙的牙根非常長。2015年的研究團隊拿它去跟東亞已知的古人類一件一件比，跟印尼爪哇島的直立人比，它的牙齒更大，下顎骨體更厚；跟周口店的北京人比，它的骨体還是更厚。比到最後，形狀最接近的是安徽和縣出土的和縣人，那批化石大約落在40萬年前。從這塊下顎骨反推，研究者對它的身形給過一個粗略的估計，身高大約160公分，體重大約60公斤。聽起來不高，但這個體重放在這個身高上，代表的是一具非常結實的身體。一塊比北京人還粗壯的下顎骨出現在台灣的海底，這件事光是講出來就已經夠奇怪了。那它是怎麼上岸的？我們來走一次它的物流。這塊骨頭從海床到期刊一共換了4艘，每一艘都值得單獨講。第一站，一艘拖網漁船。澎湖水道是澎湖群島跟台灣本島之間的一條海槽，北邊窄，南邊寬。從1970年代開始，在這條水道作業的底拖漁船就陸續撈到化石，不是零星幾件，是以千件計，象的臼齒、水牛的腳心、鹿角、馬牙、犀牛的骨頭，這些從海底撈上來的東西，後來有了一個統稱，叫做澎湖動物群。為什麼漁船撈得到？因為底拖網是貼着海床拖行的，網口壓在泥沙上，把海底表層整個刮過去。魚是目標，化石是附帶，這是全世界少見的狀況。一個重要的古生物產地，第一線的採集者不是考古隊，是討海人。而澎湖水道還有一個很妙的條件，這條海槽的水流特別急，急流會把海床上比較輕的泥沙一路帶走，剩下比重大的東西，石頭、骨頭、化石就被留在原地，越積越多，變成一層天然的筛選結果。
也就是說，是海流先幫忙做了一次分類，把值錢的東西堆在表面，網子只要拖過去就好。這條水道我後面就叫它海底福袋。你不知道裡面裝什麼，你也不能點菜，你只能一網一網拖，拖到什麼算什麼。台灣的博物館裡，包括国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台灣博物馆，還有澎湖當地的化石收藏。這批海底化石加起來相當可觀，來源幾乎全部指向同一條水道。但海底福袋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後面會要了命。漁民不會記錄坐標，船在走，網在拖，一網下去橫掃好幾公里，撈起來的時候已經不知道東西是從哪一個點來的，福袋是不付發票的。這個缺點直接決定了澎湖1號後來卡關10年。第二站，一位台灣南部的私人收藏家。這些化石在台灣有一條相當成熟的流通鏈，漁民撈到賣掉，進到古董店或收藏家手上。澎湖1號走的就是這條路，它落在台南一位收藏家蔡坤玉的手裡。2008年，這塊下顎骨轉進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典藏。真正的關鍵在於，這位收藏家覺得這塊骨頭不對勁，它跟他手上其他的獸骨不一樣，形狀太像人。他沒有把它當成一件普通貨品賣掉，而是拿去請研究人員看。這塊骨頭之所以還存在，靠的不是制度，是一個外行人的直覺。停在這裡想一下，這條鏈子有多細。第一關，這一網要剛好拖到它，而不是從旁邊擦過去。第二關，船員整理漁獲的時候要把它挑出来，而不是連着雜物一起掃回海裡。第三關，它要落到一個看得出異狀的人手上，而不是被當成擺飾放在店裡的玻璃櫃。第四關，這個人要願意把它交給博物館，而不是繼續握在自己手上。4關全過，幾率有多低？換成是你，會怎麼判斷？一塊沾滿泥沙的深褐色骨頭，混在幾百公斤的漁獲裡，你認得出那是人的下巴嗎？坦白講，我認不出來。所以這塊骨頭在海底躺了10幾萬年，真正的驚險全在它上岸之後的那幾十年。第三站，台中的博物館庫房，接手的是科博館地質學組的張君祥，他和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以及澳洲的研究者組成團隊，把這塊下顎骨從頭量到尾。2015年1月，成果刊在《自然通訊》期刊上，這塊化石從此有了澎湖猿人這個稱呼。但注意他們當年怎麼寫分類，他們沒有寫。這篇論文的標題只敢說台灣第一件古老型人類，內文則留下一句近乎投降的話，以目前的狀況很難把這件台灣的下顎骨歸到人屬底下的哪一個種，連直立人3個字都沒有蓋章下去。一件化石被撈出來，被亮完，被寫成論文，最後在物種欄留白，這在古人類學裡不是常態，是警訊。它代表的意思是手上的證據撐不起任何一個现成的名字。那為什麼不敢寫死呢？2個理由，2個都很硬。第一，沒有地層。一件化石的年代通常是靠它埋在哪一層土裡推算出來的，地層就是刻度尺。可是海底撈的化石是被湍急的海流從古老地层裡冲刷出來，再被網子帶走的，它早就脫離了原本的位置，刻度尺沒了，年代就只能用骨头本身的化學成分去猜。研究团队也試過直接對骨頭做遊戲定年，結果失敗了，因為海水裡本身就含油，這塊骨頭在海底泡了那麼久，油的訊號早就被海水污染，測出來的數字不能用。第二，沒有骨 DNA。 台灣海峽是亞熱帶，溫暖潮濕，海水又鹹， DNA 是很嬌貴的長鏈分子，在這種環境待上10幾萬年，早就斷成粉末。研究團隊試過，拿不到。所以2015年那篇論文給出的年代是一個尷尬到有點好笑的答案，距今19萬到13萬年前，或者7萬到1萬年前，2個區間，中間空一大塊。為什麼偏偏是這2段，中間還被挖掉一塊？這裡的推理其實非常漂亮。研究團隊測了骨頭裡的氟和鈉含量，結果顯示它跟澎湖動物群裡那些陸生哺乳類是同一批，埋在同一種環境底下的。也就是說，這個人死的時候腳下踩的是土，不是水。而澎湖水道要變成土，條件只有一個，海平面必須夠低。回頭去看冰期的曲線，最近20萬年裡符合這個條件的剛好就是2段，19萬到13萬年前那一次冰期，以及7萬年前開始
一直到1萬年前才結束的末次冰期。中間那一大段是溫暖的间冰期，海面高，那片地方是海，人跟象都不可能站在上面，所以那個看起來像亂猜的答案，其實是被地球自己的節奏切出來的。這塊骨頭就卡在這個狀態，卡了10年，哪知道現實又反轉了。第4站，哥本哈根的質譜儀。轉機出在一個材料上，牙釉質。牙釉質是人體最硬的組織，礦化程度極高。蛋白質被封在枪林灰石的晶格裡，等於被水泥灌起来， DNA 會爛，但這些被水泥封住的蛋白質比 DNA 耐命得多。這一門學問叫做古蛋白質體學，最近10年才真正成熟。這裡要說一句公道話，2015年那支團隊不是不夠努力，是當時的工具還沒長出來。古蛋白質分析早期主要拿骨頭裡的膠原蛋白來做，而膠原蛋白的序列在不同人種之間差異很小，通常只能分辨這是人還是牛，分不出這是哪一種人。真正能拿来分种的是牙釉質裡那幾種特定蛋白，而要從幾毫克的樣本裡把它們讀出來，需要灵敏度更高的質譜儀。這10年間，儀器和資料庫同時追上來，這塊骨頭才等到它的答案。哥本哈根大學的實驗室用了2種取樣方式，一種是從下頜骨內側鑽出25毫克的骨粉，另一種是對第2臼齒表面做微损的酸蚀，把牙釉質最外面極薄的一層輕輕溶掉，收集溶出來的蛋白質。最後拿到的4241個殘基裡面，超過80%來自那25毫克骨粉，其餘來自牙釉質。送進質譜儀之後，機器不看形狀，它稱重，把蛋白質打成一段一段的片段，量出每一個片段的質量，再反推回氨基酸序列。這裡有一個外行人不會想到的難關：污染。一塊在收藏家和博物館之間流轉了幾十年的化石，被無數雙手摸過、放過、包過，人的皮屑、汗水、唾液，全部都是蛋白質。質譜儀不會分辨那是誰的，它只負責讀。所以研究團隊拿到原始資料之後，第一件事不是慶祝，是刪，把典型的现代污染蛋白一項一項踢掉，剩下能確定是從這塊骨頭本身長出來的才算數。51種內源蛋白質，這個內源2個字是刪完之後才拿到的資格。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要做這件事，你得在標本上動刀。過去博物館對這種事極度保守，因為古人類化石全世界就這麼多，切掉的部分不會再長回来。這幾年之所以肯放行，是因為取樣的方式變了。25毫克骨粉大概是1顆米粒的重量，而牙齒表面的酸蝕只溶掉薄薄一層，肉眼看不出差別，標本的外形完整保留，儀器的靈敏度上去了，要付的代價就下來了。第一個答案來得意外的快，釉原蛋白的 Y 染色體版本直接跳了出來。這種蛋白由 Y 染色體上的基因制造，只有男性才會有。澎湖1號的性別當場定案，男性。接着才是那場大海撈針，51種內源蛋白質，4241個氨基酸殘基，一個一個去比對已知的古人類序列，最後撈出2個殘基，一個在成釉蛋白上，一個在第1型膠原蛋白上，位置與變異形態只在丹尼索瓦人身上出現過。這2個殘基，我後面就叫它2顆芝麻。你要記住這個綽號，因為整個故事最後會回到這2顆芝麻身上，而且會反轉。把這些序列拿去建演化樹，澎湖1號跟已知的丹尼索瓦人落在同一枝上，跟尼安德塔人和现代人明顯分開。一塊沒有出土地點，沒有地層，沒有 DNA， 年代誤差18萬年的骨頭，就這樣被2顆芝麻定了種。講到這裡，得先回答一個問題：丹尼索瓦人到底是誰？2008年，俄羅斯團隊在西伯利亞阿爾泰山的丹尼索瓦洞挖到一節小指骨，來自一個小孩，看起來平凡無奇。2010年，德國團隊把他的粒線體基因組定序出來，結果嚇到所有人。這段序列既不是現代人，也不是尼安德塔人，它屬於一群沒有人見過、沒有名字、沒有臉的人。人類演化史上，這是第一次有一個人群是先被基因認出來才被命名的，他們的名字取自那個洞。問題是，你能拿得出來的實體有多少？扳着手指就數得完。第一項，西伯利亞的丹尼索瓦洞本身，一節指骨，幾顆臼齒，一些碎骨片，加起來
裝不滿一個便當盒。這個洞還出過一件震撼學界的標本，是一塊碎骨片。基因分析的結果是，母親是尼安德塔人，父親是丹尼索瓦人，一個货真價實的第一代混血兒。人類演化史上，我們手上唯一一個當場抓到的跨物種第一代後裔，就是這塊碎骨。這個洞到現在還在出貨，研究者又從裡面找出幾件人類骨骼碎片，其中3件被確認是丹尼索瓦人，另外還有一顆左上臼齒，來自20萬年前左右的地層。2025年被做出高品質的基因組，是目前定序過最古老的丹尼索瓦人個體。有說法指出，他身上有一部分基因來自一群過去完全不知道存在的尼安德塔人，另外還帶着一段找不到对應的超古老血統。這條線我們後面還會用到。第2項，甘肃夏河的白石崖溶洞，一节下颚骨至少16万年，海拔3200多公尺。2019年刊在《自然》期刊，靠的也是骨蛋白質，因為同樣拿不到 DNA。2020年，团队改從洞裡的沉積物中撈出丹尼索瓦人的粒線體 DNA， 那是第一次在丹尼索瓦洞以外拿到他們的遺傳訊號。第3項，哈爾濱的龍人頭骨，1933年修橋的時候被工人挖到，藏在自家水井裡好幾十年，直到2018年才被後代捐出來，年代至少14萬年。2025年6月，細胞期刊與科學期刊同時刊出論文，用牙結石裡的粒線體 DNA 加上骨蛋白質，把它認回丹尼索瓦人。這是目前唯一一顆近乎完整的丹尼索瓦人頭骨，也是第一次有人看見這群人的臉，粗大的眉脊，寬的眼眶，扁平的颧骨，還有一顆容量很大的腦。第4項，澎湖1號。可為什麼偏偏只有這幾件？因為丹尼索瓦人是被基因先認出來的。這句話反過來說就是，你手上有一堆化石，但你沒辦法確定哪一件是他們的。東亞這100年來挖出來的古人類化石不算少，問題是絕大多數拿不到 DNA， 也還沒輪到做骨蛋白質，他們就一直掛在不確定那一欄裡。還有一個很少被提起的偏差，目前靠分子證據確認的丹尼索瓦人個體性別分布嚴重不平均，男性佔了絕大多數。這不代表當年只有男的在走動，比較可能的解釋是樣本太少，少到隨機的偏差就能主導整張名單。抽4顆球就說球箱裡都是紅的，這種話不能講。前3項全部在高緯度或高海拔，西伯利亞、青藏高原邊緣、中國東北，這給了學界一個很順的印象，丹尼索瓦人是耐寒的族群。然後澎湖1號往地圖上一放，已知分布的最南端，從甘肅夏河一口氣往南拉了2000公里，掉進亞熱帶的海島。從西伯利亞的丹尼索瓦洞算到澎湖水道，直線距離超過4000公里。那個耐寒族群的印象一次作廢。這件事的分量要這樣看才對。從西伯利亞的阿爾泰山到海拔3200公尺的青藏高原邊緣，再到亞熱帶的台灣海峽，同一群人跨過了寒帶、高原和亞熱帶3種完全不同的環境。這種適應幅度在已知的古人類裡是頂級的。過去大家講會適應各種環境，通常指的是我們智人，這是智人被拿來自誇的招牌能力之一。現在這塊招牌得分一半給丹尼索瓦人。好，現在把最強的反駁攤開來講。第一個反駁，2顆芝麻會不會太少了？台灣科技媒體中心在論文發表當時找了幾位專家表達意見，講的都不客氣。陽明交通大學的可文亞直接指出，這次鑑定僅基於2個氨基酸變異，蛋白質序列裡找到的變異數量偏少，未來還必須進一步確認，會不會有其他相似的族群也帶着同樣的變異。台灣大學的蔡正修本身是這篇論文的共同作者，講得更白，只成功萃取出部分的骨蛋白質資料，而沒有取得骨 DNA， 確實讓後續的分析與推論受到很大的限制。連通訊作者張君祥自己都承認，這件標本較難推論到物種遺傳、變異這一類的議題。這是什麼概念？相當於你要辨認一個失蹤多年的人，手上沒有照片，沒有指紋，只有2個特徵，而你必須賭這2個特徵全世界只有他有。第2個反駁，年代還是沒解決，19萬到13萬年前，或者7萬到1萬年前，19万和1萬中間差了18萬年，這不是誤差，這是2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前者它跟直立人的時代重疊，
後者它有可能跟走進台灣的现代人擦身而過。這個問題到今天沒有答案，而且短期內看不到解法，因為要解它，就得知道這塊骨頭是從哪一層地層被沖出來的，而那個資訊在網子絞上甲板的那一刻就永遠消失了。海底福袋就是這樣一個東西，它給了你獎品，卻順手抽掉了說明書。你手上握着全台灣最老的一張人臉，你卻連他是哪一個10萬年的人都說不準。第三個反駁最狠，而且是最近才出現的，哪知道現實再次反轉。2026年5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傅巧妹的團隊在《自然》期刊發表新論文，他們用微损取樣，從北京周口店、安徽和縣、河南孫家洞3個遺址6枚大約40萬年前的直立人牙齒裡，把牙釉质蛋白提取出来。他們在這6枚牙齒上全部找到了成釉蛋白的第273號位置那個變異，而那個變異正是澎湖1號2顆芝麻裡的其中一顆。在此之前，這個位置的變異被認為是丹尼索瓦人專屬的，現在它出現在40萬年前的東亞直立人身上，而且6個個體群中專屬2個字等於被劃掉了。同一篇論文還找到另一個變異，位在成釉蛋白的第253號位置，這個位置的變異在丹尼索瓦人身上沒有，尼安德塔人身上沒有，現代人身上也沒有，它目前只出現在這6個東亞直立人身上，看起來才是真正屬於他們自己的標記。那澎湖1號的身份是不是被打掉了？沒有，但它變薄了，這一點必須誠實講。2顆芝麻現在只剩下1顆是嚴格專屬的，也就是膠原蛋白上的那一個，剩下能撐住的是把全部序列放進演化樹之後的分群結果。澎湖1號還是跟丹尼索瓦人落在一起，而不是跟尼安德塔人或现代人。而傅巧妹团队自己的解讀更有意思，他們認為這個變異之所以會同時出現在直立人跟丹尼索瓦人身上，最可能的解釋是丹尼索瓦人的祖先曾經跟這批直立人相關的族群發生過基因交流。丹尼索瓦人基因組裡一直有一段來路不明的超古老片段，有說法指出占比大約在 1% 到 5% 之間，過去沒有人知道那是誰的，現在有了一個候選人。換句話說，這顆芝麻不是假的，它是從更上游留下來的。但也有研究者提醒，事情還沒這麼簡單，單靠幾個氨基酸其實很難乾淨地切開晚期直立人跟早期丹尼索瓦人這2個標籤，因為這2群人在時間和空間上本來就重疊。有人主張，要真正定案，還是得靠更完整的骨骼證據或更精確的定年。還有一個細節值得記住，同樣是這個第273號位置的變異，在比較晚期的丹尼索瓦人身上，包括丹尼索瓦洞那個小孩和澎湖1號是2份都帶，而在比較早期的哈爾濱龍人和那顆20萬年前的臼齒身上只帶1份。一個變異的頻率隨着時間往上爬，這本身就是一條演化的軌跡。所以結論到底站不站得住？我的判斷是站得住，但理由不在澎湖1號自己身上，而在方法本身。因為同一套技術這1年多來被反覆加碼驗證，現在已經能把東亞直立人、丹尼索瓦人、尼安德塔人、现代人這4群靠幾個氨基酸分別站開，用2個殘基定種聽起來單薄，但只要那些殘基是族群專屬的，而且方法在別的標本上一再重現，它就是證據。而且這件事對澎湖1號還有一層特別的意義。2015年比對形態的時候，長得最像澎湖1號的正是安徽和縣人，而和縣人的牙釉质蛋白現在也上桌了，兩邊第一次可以放在同一張表上核對。好，講完身份，我們來講地點。這個人到底住在什麼地方？答案會顛覆很多人對台灣海峽的想象。他住在那裡的時候，那裡不是海。台灣海峽平均水深只有大約60公尺，最深的地方也只有150公尺左右。這個數字非常關鍵，因為它淺到不像一條海峽，比較像一片被水淹掉的平原。而在末次冰盛期，大約26000年前到2萬年前，全球海平面比今天低了大約125公尺。海平面為什麼會低那麼多？因為水沒有消失，只是換了一個地方存放。冰河期的高緯度地區壓着厚達好幾公里的大陸冰蓋，全球海洋裡的水被抽上去凍成冰，
海面自然就往下掉。冰期的成因，這個我們先前專門聊過，不贅述，這裡只要記住結果就好。今天沉在淺海底下的那些大陸棚，在那個時期大片大片的露在空氣裡，台灣海峽只是其中一小塊，125公尺，減掉60公尺，剩下什麼？剩下陸地，不是變窄，是整條海峽消失。今天船開8小時的那片水域，當年是可以用走的。海峽南邊還有一道特別淺的海底隆起，從福建東山島外海，經台灣淺灘、澎湖，一路連到台南外海，東西長大約200公里，地質學上稱為東山陸橋。它的平均水深只有40公尺左右，最淺的地方大約只有10公尺。海面只要退下去，這道隆起就是第一條浮出來的路。那片露出來的土地，我後面就叫它沉沒草原。而且它是什麼樣子，這不用推論，因為那片草原上的居民已經被漁船一車一車撈上來了。澎湖動物群的名單長這樣：淮河古靈齒象、德氏水牛、梅氏四不像鹿、普氏野馬、長鬚山羊、野豬、老虎、斑鬣狗、揚子鱷、古蝦夷鹿、日本古鹿。這份名單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性格，北方全部是溫帶草原的動物。古靈齒象是什麼概念？那是體型比今天的非洲象還大的巨獸，一顆臼齒就有好幾公斤重，成排的珐琅質脊像洗衣板一樣，它們成群走在那片草原上。而普氏野馬、四不像鹿、長鬚山羊這些動物要活下來，底下就得有大片可以吃的草，還得有喝得到的淡水。有說法指出，那片露出來的陸地上有從大陸流下來的古河道通過。年代測定顯示，澎湖動物群的主體大約落在距今4萬到1萬年前，當時海平面下降超過50公尺，台灣淺灘露出水面，變成一片溫帶大草原。這裡也順便解決一個很多人會問的問題，這些北方動物是怎麼跑到台灣來的？答案就是沉沒草原、冰期海退、海峽成陸，中國大陸東南沿海跟台灣連成一整片，動物用走的就過來了。它們不需要船，也不需要游泳，它們只是沿着草跟水一路往前吃。等到冰期結束，海面回升，這片草原被淹掉，走過來的動物就被關在島上，變成今天台灣的原生物種。台灣為什麼會有黑熊、有山羌、有水鹿？答案的起點就在這條被淹掉的路橋上。最後還有一件很少人提的事，這批從海底撈上來的化石裡，有幾件四不像鹿的鹿角，主幹上帶着明顯的人為切割與砍劈痕跡。有人在那片草原上拿工具處理過獵物。至於下刀的是誰，是丹尼索瓦人，還是幾萬年後才走進來的現代人，目前沒有任何公開資料能證實，這一點只能標成未經確認。現在把最重要的那條線畫出来。第一，澎湖1號不是現代人的直系祖先，丹尼索瓦人跟尼安德塔人是姊妹群，兩者大約在40萬年前從共同祖先分家，而我們智人是另外一條線，它不是我們的上游，它是我們的旁支。用家族來比喻，它不是你的曾祖父，它是你曾祖父的堂兄弟。第二，時間对不上，而且不是差一点。台灣過去常年被寫進教科書的左鎮人，2015年送去美國與澳洲重新做碳14定年，結果只有大約3000年，直接從最早的人類名單上除名。台灣目前確認最早的舊石器文化是台東長濱鄉八仙洞的長濱文化，大約3萬年前。而今天台灣原住民族所屬的南島語族，考古上普遍認為與大約6000多到4000多年前的大新坑文化相接。那批人是駕着船渡海過來的，因為那時候海峽已經是海了。把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類記錄照順序排一次，你會看得更清楚這個空白有多大。最上面是19萬到1萬年前的澎湖1號，一件下顎骨，不是智人。接着跳到大約3萬年前的長濱文化，有石器，有洞穴，有生活痕跡，但一直没有找到能配对的人骨。再往下是大約6000多到4000多年前的大千坑文化，繩紋陶開始出現。然後是台南科學園區底下那批大約5000年前的人骨，那是台灣目前確認年代較早、數量成規模的人類遺骸。一張表排下來，中間全是斷點，沒有任何一條可以追蹤的線，把最上面那一格和下面那幾格接起來。第三，那基因上有沒有一點關係？
有，但分量小到必須誠實講清楚。現代人身上確實留着丹尼索瓦人的基因，那是幾萬年前混血留下的痕跡。比例最高的是大洋洲族群，大約 3%到6%。菲律賓的一支族群是目前已知最高的一群，大約 5%， 而東亞人群大約只有 0.2%。0.2% 是什麼概念？大約是1000個基因片段裡有2個，而且這一點點基因來自幾萬年前在東南亞或東亞某處發生的混血，跟這塊下顎骨的主人有沒有直接關係，目前完全無法確定。有說法指出，現代人跟丹尼索瓦人的混血不只發生過一次，大洋洲族群身上那一份跟東亞族群身上那一份來源的丹尼索瓦人族群並不相同。也就是說，丹尼索瓦人在亞洲不是一個小村莊，是好幾個彼此分開很久的群體，散在很大的範圍裡。澎湖1號屬於哪一群？目前還沒有公開資料能回答。做個對照，你會更有感。同樣是古人類留下的基因，尼安德塔人在所有歐亞族群身上的比例大約是 1% 到 4%， 是丹尼索瓦人在東亞人身上的好幾倍到10幾倍。也就是說，就算只論你身上的古人類成分，跟你關係比較近的那一位，也不是躺在台中庫房裡的這個人。你選誰？想都不用想，先選尼安德塔人。順帶一提，這一點基因不是沒用。青藏高原上的族群之所以能適應高海拔缺氧，關鍵的那個基因變異就是從丹尼索瓦人那裡繼承來的。一個早就消失的人群留下的一小段變異，到今天還在替住在高原上的人調節血紅素。所以正確的說法只能是這樣：19萬年前或者1萬多年前，有一群跟我們不同種的人走在那片後來被海水吃掉的沉默草原上，那個位置今天叫做台灣海峽。他們在這裡生活過，吃過這裡的動物，很可能也拿石器切過這裡的路。他們不是台灣人的祖先。這2句話可以同時成立，而且必須同時說完，少講一句都是騙人。那這塊骨頭到底證明了什麼？它證明了一件比祖先更大的事。早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任何一具現代人遺骸出現之前，這裡就已經有人了。不是我們這種人，是另外一種人。他們有粗大的下顎，厚重的牙齒，沒有下巴。在那片今天已經沉在水下60公尺的沉默草原上，跟古灵齒象和斑鬣狗共用同一片天空。而這整件事最後靠的是2顆芝麻，以及在那之前一連串完全談不上科学的偶然。回到最前面那張網，一艘為了抓魚而出海的漁船把一個人從海底帶了上來。海底福袋這一次開出了全場最大的獎，可他照樣沒付發票。他先被當成雜物，再被當成商品，接着被当成一塊來歷不明的石頭，在私人收藏裡待了不知道多久。2008年進到台中的博物館庫房，2015年拿到一個帶着問號的分類，又躺了10年。直到丹麥的一台質譜儀把他的牙釉質溶掉薄薄一層，從4241個氨基酸裡挑出2個，他才終於有了身份。而就在他拿到身份的1年後，其中1顆芝麻又被人發現不是他專屬的。這門學問就是這樣，每一次定案都只是下一次翻案的起點。19萬年換來2顆芝麻的認證，其中1顆現在還在被重新談判。而在那之前，他差一點就只是網子裡的一塊石頭。